谢谢你，小丽叔。我的电话和微信你都有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我，我应该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的，好吗？谢谢。不客气。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咖啡。昨天晚上打你的电话，你一直关机。今天你虽然开机了，但是你一直不接我电话，给你发微信，你也不回我，我只能来找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想打扰你，我没有打算进你的办公室。我不会让你的同事看见我的。我原本就是打算躲在一个别人看不见我的地方等你。是我昨天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我知道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给你足够多的空间。但是我敢保证，这些我可以改的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保证，我一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。昨天晚上的事，欧阳是怎么知道的？问你话呢，欧阳是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上我追你车的时候摔倒，欧阳和小丽叔他们来扶我，我当时状态不是很好，我又不想让我爸看见，我就让他们带我离开。我是想让他们带我去找你的，但是他们带我去了一个搏击俱乐部。梅雅，咱们俩的事儿就是咱们俩的事儿，咱们俩自己解决不行吗？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事说给欧阳听呢？欧阳是谁啊？他是我的老板，我要给他打工的。你这个样子，你跑去跟他说这些，你让我怎么干啊？你到底什么居心啊？真的，我不想知道你们之间说了什么了。我不想跟你这种没脑子的女人在一起。
哎，伤心的时候不宜喝这玩意儿啊！过度饮用咖啡会导致大脑神经兴奋，血液流速加快，心脏供血功能加强，增加心脏负担。万一诱发了心律不齐，严重的会直接导致死亡的。大姐，你不会是想死我这儿吧？我想和你谈谈。行了。说。哎，下班了。啊？他现在有话跟我说，不方便你听一秒吗？啊，好好好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首先，我要谢谢你昨天帮我亲自，我要跟你道歉。昨天晚上完全给你带来困扰了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把我完全跟你说的话跟真诚说？你为什么要数落真诚？我跟他分手都是我的错，跟他没关系，是我做事情做的不好，没有分寸。你说他干嘛呀？我昨天晚上我醉了，我自己说的是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来找陈叔，我原本是想求他原谅我的，但是他说他不想跟一个没有脑子的女人在一起。我真没有脑子，我为什么要把我跟他的事情跟你说？我的天哪！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像我这么没有脑子的女人？你是他的领导，我在你面前说他的坏话，你肯定会说他去数落他这听得来什么都不能说。哎，李明雅，你这女人，我觉得不只是没脑子，你还缺心眼儿，眼里没谱，神经缺弦，大脑缺氧，你彻底废了。你说的特别的对，我真的废了，我真的废了，我在真正的心里彻底崩塌了。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因为我讨厌陈叔，他真的是你特别优秀的一个员工，他每天都认真工作，每天都加班，他从来都没有怨言。你别因为我生他的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脑子笨，是我缺心眼，脑子还少根弦，但是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，我真希望不要因为我影响到他的工作，我也希望不要让你去误会他是一个真正的好员工。你先冷静一下啊，平复一下心情好不好？来，这个好不好？你先坐这儿啊，平复一下好不好？收住情绪，控制点好不好？什么事儿都能解决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打扰你了，我走了。喂，喂，妈。妈，我知道了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，我未来姐夫找我有事儿啊？听说你今天找销售部拿报表了。好好看。晚上见。晚上见。我说你能不能管住你这张嘴呀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啊，行，不说了。找我有事儿了？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？哎，没什么事儿，把李美雅送过来找她那个男朋友，然后顺道来拜访拜访你这位大总裁，行吗？这组都是你给我送过来的，简直就是一人才，知道吗？哎，你怎么不直接把他送到芳华国去闭嘴去啊？你怎么不送啊？你招的人家。哎，真的，说真的，你是不是跟我姐晚上约会啊？订婚期，你懂的吧？懂。哎，姐夫，祝你好运。谢谢小九子。就往屋里走吧。来，伯兄啊，今后我们两家的合作还会有很多地方，但是我认为最完美的一次合作，就是这两个孩子的这门婚事啊。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是啊。啊，对了，2个孩子的婚期我都找人算好了。10月初8，多子多福的好日子。好啊，还有几个月，用来筹备婚礼啊，时间够了。来，再喝一口，来，小壁咚啊，好，好啊，爸妈，伯父，伯母，请允许我说2句。关于我和欧瑞的婚事，一直以来，我们2位作为当事人，从来没有公开的表达过自己的想法。我相信双方父母都看得出来，我和欧瑞之间，并没有那种男女之间过多的情感表达。我呢，一直以来把欧瑞当作自己的妹妹。我相信欧瑞也一直以来把我当作他的一位好大哥。对于这种没有爱情的联姻，我们双方家庭是否可以适当的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？毕竟现在已经是新时代、新社会。即便我和欧瑞没有结婚，我相信我们2家人仍然能够友好、默契的去合作，去成为一家人。不知道爸妈、伯父伯母，还有欧瑞，你们同不同意我的想法？李东啊，你讲的呢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啊，有的时候是可以培养的。你觉得呢？爱情这种东西吧，是可以没有的。有的人即便在一起一辈子，都没有爱情，可是他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，即便是牺牲了自己的爱情，有什么值得遗憾的？欧瑞，你说什么呢你啊？啊？伯父伯母，你们应该很清楚，我并不是我爸亲生的，所以我是嫁给了利益，还是嫁给了爱情，对于他来说根本就不重要。我有没有我爱的人，有没有我想要过的生活，更加不重要，也不会有人关心吧。你们慢慢吃。
欧阳，欧阳，谢谢啊，董事长电话。啊？爸，你忙什么呢？我在办公室呢。还没下班呢。我过去看看你啊。啊？好好，那我们一会儿见啊。完了，我得赶在我爸之前到公司。走。我爸大概多久能到？半小时左右。半小时来得及吗？走近路来得及。我今天练怎么样？对方在身形和体重上占有明显优势，你应该尽快放弃打击策略，转为地面战。你后面的策略是对的，但是你的脚技还是不够成熟，让他轻易就挣脱了。你跟我爸多长时间了？到年底9年了。这么长时间了？那你为什么不好好跟着他跑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也不想，但是董事长自有他的用意。其实他经常提起你。无非是说他这个儿子烂泥扶不上墙呗。你想太多了。董事长当着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好。你可以不信，但是他真的很关心你。啊，对了，反正呢，以后你要是跟着我的，想甩是甩不掉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来指导我训练，付你工资怎么样？快点啊！董事长，在呢。爸，我正按照你的要求查看这个关于2线城市连锁店面的一些情况。那你忙吧，过来看看你，坐一坐。
我说实话，我还有多长时间？这个我不敢断言，多则1-2年，少则1-2个月。总之，一定要心情愉悦。我的建议是，不妨放下工作，带着夫人去世界各地走一走，这样或许会有帮助。再见。再见。爸，你是不是饭吃的不开心啊？可能是我年纪大了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独。有句话叫“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”爸爸时常自省，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做错了一些事情，所以老天在惩罚我，让我在人生剩下的归途中显得那么的形单影只。你妈成天酗酒，你姐对我是越来越客气，你根本就不着家，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躲着我。家冷得像个冰窖啊！我总会想起你小时候，那时候我工作时常回来的很晚，可是你呢，总是偷偷地跑到我房间里来，摸摸我的头，摸摸我的手，总是担心我是不是发烧了。太好玩了，你知道你多可爱，你个臭小子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总是没有时间陪你，总是忙着赚钱，忙着应酬。也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，儿子。欧阳啊，只是希望你啊别到处乱跑了，留在家里，留在公司里，有什么事儿能过来跟我说一说，哪怕没什么事儿，只是陪我坐一坐，喝喝茶，发发呆，都行。我以后能指望的人只有你，只有你呀，小子。爸，以前都是我不懂事，总是跟你对着干。以后我不乱跑，公司的事呢，我也会学着去做的，好不好？行了，你忙吧，我先走了，别太晚。哎。我走了。爸，没事。
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啊，有的时候是可以培养的。你们应该很清楚，我并不是我爸亲生的，所以我是嫁给了利益，还是嫁给了爱情，对于他来说根本就不重要。我有没有我爱的人，有没有我想要过的生活，更加不重要。喂，在家吗？不在公司呢，还有些事没忙完，怎么了？我想你了，我在你家楼下，你快点回来好不好？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你了，你快点回来好不好？好，等着啊，我现在就回来啊。小波啊，给我收拾一下房间啊。哦，好。小哲，原来你每天加班要到这么晚，太辛苦了。我们俩找你找的好辛苦。你们是谁啊？我是谁？林明雅吗？怎么？走。怎么？追上去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要绑架我呀？不是绑架我，我为什么会在你们的车里啊？我们要去哪儿啊？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们了？我能用一下我的手机打个电话？爸，你还想报警啊你？我没想报警，我就说给我爸打个电话嘛。打什么电话？给我老实待着！我真的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吧？不是，抓错人了。我确实不认识你们，我平常我也没得罪什么人。换了身行头就不是你了，当我瞎呀？不是，我是林美雅，你们真的要抓的是我吗？你们肯定是认错人了。你把我放了吧，行吗，大哥？好不好？我老实点。我超车了！你离这么远不怕跟丢了？汽车跟踪最容易出现两种情况，反侦查和拖梢，这个距离正合适。要不要报警？报警？按道理来说，林美雅这个没钱没势的女孩也不可能惹出什么大麻烦。咱先看看情况再说吧。哎，你跟快点啊！
林美雅，姓儿也改了，牛犊子呢？身份证都伪造了。我早就说了，我叫林美雅，我根本就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们要找谁，那我肯定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。多少能，你也忒不要脸了，找打是不是？哟，还敢跟我躲？那你打我，我能不躲吗？打你怎么了？打你怎么了？打你就打你了！别打了！好，人马上就到了。又你多嘴了。刘老师啊，到底靠你收拾！看什么看？这还不行吗？站住！停车！对不起，等一下，我有点想上厕所。告诉你别给我耍花样，上厕所里边给我上去！臭婊子！你给我等着，带去！走，快走，走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干嘛？哎，你们回来！你别走！怎么样，刺激吧？你们绑错人了，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人。给你妈打电话。我就说你们绑错人了吗？我根本就没有妈，我是孤儿，我在孤儿院长大的。你不相信，你可以去孤儿院调查。你就骗我，找死啊！我没骗你，我真的不叫杜若楠，我叫林美雅。我刚从法国回来，我爸是大排档的，你们去调查。林美雅，孤儿，那你爸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说两句谎话，欠我那100万就可以不还。你冷静，我没骗你，我是我养父从孤儿院把我领养长大的，我不叫杜若楠，我没骗你，还骗我是吗？看你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满嘴都是谎话，看不给你脸色看看，你是不长记性了。把这衣服给我扒！喂！干嘛呢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找死是吧？吵死！你打几个？英雄救美这事不归我管，你自己来。这样，我3，你4怎么样？你看着办。啊？你这是犯法的，知道吗？犯法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地方，我就是法。
下次还可以再快点。老实点。咱兄弟都给我叫过来。过来，都过来！天哪，你们是从哪冒出来的？这个打架这么厉害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现场版这么厉害的打架。蹲下。我知道那个人他在记上给过我名片，他是不是叫蒋一龙？他是你师傅吧？能不能让他教教我打架？可以吗？你是不是缺心眼缺的有点严重啊？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认师傅？怎么样，没事吧？疼吗？有点。明天会更疼。别动，别动。我一直以为你打架是一个小菜包，没想到你打架这么厉害。就这几个小喽啰，咱来10个都不是问题。谢谢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棍子呢？刚才是你们谁吓唬我？谁敢来打我衣服？我打死你们！我现在知道，刚才我告诉你们绑错人了啊！我打你们，你们信不信？感谢啊！感谢。这帮人啊都有前科，专门替别人讨债的。我们已经盯了他们很久了。这次啊，多亏了你们大力协助啊！蒋一龙，当年的全国自由搏击冠军，再次感谢你。不客气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来，坐吧。你看啊，这个证件的真实性啊，我们已经证实过了。也联系到了林美雅的父亲，那过一会儿呢，你们签个字就可以走了。这帮人找的这个女孩叫杜若楠，跟林美雅长得很像。这个杜若楠呢，欠了高利贷，由于这伙人认错了人，他们就盯上林美雅了。关于这件事呢，我们会继续跟踪调查的，有什么最新进展，我也会随时通知你们。再次感谢你们啊！谢谢吴警官，不客气。蒋一龙，全国自由搏击冠军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就算我不是他亲生的，我也在欧家住了20年，交了他20年的疤。我真的是不想干了，替他辛辛苦苦地操持着公司，最终也只是侯家的一枚棋子罢了。我们2个一起离开这座城市好不好？换一个新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！我是无所谓，我到哪儿都一样，但你不一样啊！你是欧瑞欧氏集团的总裁，你要知道，你今天所有的一切是你自己奋斗来的，
不是因为你是欧长林的女儿，你凭什么要把你的未来就这么拱手让给一个不学无术的欧阳呢？反正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那么自私的。我陪你留下来，陪你一起抗争到底，啊！我是不会让你家离动的，你要嫁的人是我。等我一会儿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林叔啊，小哲吗？刚才我接了个电话，说小雅被人绑架了。什么？梅雅被绑架了？是啊，开始我也不信啊，我还以为是诈骗电话呢。后来我给小雅打了个电话，她确实是被人绑架了。不过她现在已经被人救出来了，但是她受了伤，现在在医院治疗呢。你马上去趟人民医院。行，您先别着急啊，您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林叔来的电话，说林梅雅被绑架了，现在在医院里面。你知道林叔从小也是带大我的，对我来说就像父亲一样。我是怕他一个人，万一忙不过来，他需要人帮忙，我觉得我要去帮一下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应该去看一看。好，快回来啊！快。疼吗？不疼。这帮混蛋的绑匪，他真该死！这小哲也真是，他干嘛非让你到地库等他呀？哎呀，爸，你千万别着急，一会儿你血压再高了。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没什么事儿。你这事千万别怪小哲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去地库等他。那些绑匪也没打我，你这个手是他们拿绳子帮我绑的，不绑了我不就跑了吗？其实我跑来着，就是我有点笨，跑的时候摔了一跤，你看，把脸给卡着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这事也怪爸爸。你说我早点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家，不就没这事儿了吗？哎，叔叔，你说你这个孩子啊，你加班就加班嘛，干嘛要小雅在地库等你啊？要是他在办公室等你，他能出事吗？今天小雅幸亏没有事儿，她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对你不客气我。爸，你别冲小哲发脾气，我刚才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他不知道我在地库等他，我没告诉他，我想给他个惊喜。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在地库等你下班，结果不知道从哪就跑出来一堆人把我给绑上车了。其实他们是绑错人了，还好蒋一龙跟欧阳看见了，就一直跟着绑我的那个车到一个郊外的厂房里，把我给救了。爸，你别再怪小哲了，他确实不知道我在地库。好，我去看看检查报告出来没有。
什么事儿，都是一些皮外伤，医生已经简单的处理过了。一会儿检查报告出来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可以回去了。以后别去地湖等我了。我想见你，但是你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微信，我又不敢去你办公室打扰你。你不管下次做什么之前，你让我知道一下。让你知道有用吗？侯总，这人谁啊？他来干什么？没什么问题。哦，回去之后好好养养，晚上就好了。好，谢谢你大夫啊。哎，警察那边已经调查完了，你的身份信息没有问题。他们要找的这个杜若楠，好像是一个跟你长得非常像的女孩。这女的欠了高利贷，这帮人不知道怎么就盯上你了，以为这个杜若楠躲到这儿了。具体情况呢，警察在调查。这段时间你要多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一个人乱跑。对，他们一直叫我杜若楠。你们说的那个杜若楠，她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一个跟林美雅长得很像的女孩。她多大年龄？是不是跟肖雅年龄差不多大？她现在人在哪呀？具体的警察在调查，有什么情况警察会联系你们的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说她跟你长得那么像，那你今后一定会出危险的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一紧张，把正事给忘了。侯总啊，真是谢谢你啊！谢谢你救了小雅，要不是你们，小雅今天一定会出危险。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怕呀，真得好好谢谢你啊！嗨，叔，不用跟我这么客气，我就是刚好赶上了。哎，那也得谢谢你啊！哎，我请你吃顿饭吧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要不我请你吃个夜宵吧？不用说，改天再说吧。啊，也是这么晚了，那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啊。小哲，你一会儿送小雅回家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去，不用等我啊。哎，爸，都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出去办点事儿。你是吴警官吗？你给我打过电话呀？我是林美雅的父亲啊。哎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打扰你。你现在还在派出所吗？哦，我想过去了解点情况啊。哎，好，那一会儿见啊。好。欧阳，你的衣服。你先穿着吧，晚上天凉。告诉你啊，虽然是分手了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该尽的责任还得尽，明白吗？上车。咱们俩的事情，我还没跟我爸说呢。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，我也没想到他会给你打电话。不知道有没有打扰到你工作，对不起啊。不说了，上车，我送你回家。还有，欧阳那边我已经解释清楚了，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了，咱们俩分手跟你没关系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，他没有权利指责你。跟他解释？你跟他现在什么关系啊？你们俩什么时候变那么好的？是不是你现在让他干什么，他就替你干什么？你让他帮你演戏，他就帮你演呗？演什么戏啊？你被绑架。
就这么巧，他刚好路过，他救了你。完了，你们再找一个不知道是谁，假装警察给林叔打一电话，林叔一着急就给我打电话，我不就在这儿了吗？林美雅，我是说的不够清楚，你这么死缠烂打，你有意思吗你？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，你就是这样想我的？你觉得我自己把我自己打成这样，我有病啊我！今天我在地库等你，我也不知道从哪来了一帮人，什么都不说，直接把我拽上车。我跟那帮人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，我已经告诉他们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，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听，他们打我，他们扯我的头发，他们还把我绑在个椅子上，他们一堆男人要来扒我的衣服啊！我当时都觉得我快要死了，是欧阳和蒋一龙及时出现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你如果不相信，你把那些人拉出来，一个一个对质，你问问他们，这到底是不是我自导自演的一出戏？说完了。你为什么突然一下那么恨我？就算分手了，这么多年了，难道我不是你的亲人吗？我不相信你会这么狠心。我不相信你把过去的点点滴滴你都忘了，我不相信我被别人欺负你不心疼我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什么发生了什么？我说清楚了，我烦了，我不爱了，我现在连亲人都不想当了，不行吗？你到底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不要！我有腿有脚，自己可以走。慢走。谁比谁更虚伪，更无所谓，被冷眼嘲笑也会全身而退，小丑般过活的人啊，太狼狈，麻木的厌倦了黑暗的空间里独自颓废。想开口，却又收回，挣扎着脱下负坠，一丝的温暖将颤抖击溃，满世界的黑你遮光倒退。请问哪位是吴警官啊？我就是。哦，吴警官。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林美雅的父亲，我们刚才通过电话的。哦，来坐一说吧。哎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来打扰你。我就是想问问杜尔楠的情况，他现在人在哪儿啊？当时他身边是不是还有个母亲啊？或者父亲什么的？他欠绑匪多少钱啊？哎，他怎么能欠别人的钱呢？李先生啊。您是不是认识这杜若楠呀？不认识。哎，你看是这样啊，吴警官，绑匪啊，把我女儿当成杜若楠给绑架了，而且说我女儿跟杜若楠长得一模一样啊。现在绑匪是给抓起来了，可是日后如果他同伙再把我女儿绑架了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我想打听一下这杜若楠的情况，只有把杜若楠这个源头解决了，我女儿才真正安全，你说是吧？是。只知道这个杜尔南啊欠了高利贷，其他的绑匪咬死了不说。这件事情啊，我们一定会抓紧调查的。这段时间呢，让你的女儿小心点，别到没人的地方去，晚上早点回家。
顾警官，我有个请求，不知道能不能说呀？你说。我想跟那个绑匪聊一聊，了解一下这个杜尔南的情况。不行，现在啊，连家属都无权探视。您呀，别那么着急，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好吧？是这样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啊，没事，走了啊，您慢走啊。开灯啊！你人喝那么多酒干什么？对身体不好啊！晨晨。你要是和林美雅分不了了，你就挑明了告诉我，别今天一个绑架案，明天一个杀人案。我今天什么状况？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，为了你的林叔、林美雅，美其名曰你的亲人。说话！我也是女人，我今天也受伤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你离开的这几个小时里，我无数次的在想象你和林美雅在一起的样子。她那么小鸟依人，她那么需要你，她在你怀里，那我怎么办？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，今天就是林美雅真的被绑架了。你弟弟也去了，是欧阳救的他。我就是在旁边，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。是因为林美雅没有告诉林叔我们俩分手的事情，所以林叔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。反正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我让他不要再闹了，绝对没下次，绝对没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啊。心情不好，都会过去的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小龙虾解决不了的。王爷爷，
这不是我总说的话吗？对呀，你不总是这么说吗？我们分手了，忘了我。我不想跟你这种没脑子的女人在一起。跟在你身后，心跳莫名，不规律。就算分手了，这么多年了，难道我不是你的亲人吗？我烦了，我不爱了，我现在连亲人都不想当了，不行吗？还是我没有细腻的魔力。像风在你手心，我一颗炙热的真心，你害羞的表情，总让我很动心。我们俩的照片都要贴在这里。行，他们家养我都是你说了算啊。只是我害怕我没有你会恐惧，害怕你向往自由的空气。只是我害怕你的心还飘来飘去，害怕我没有吸引你的魔力。只是到明天，我不确定有勇气继续面对你，面对你的犹豫。只是到明天，我不确定我还相信，相信我还有吸引你的魔力。上帝赐给我吸引你的魔力。